Hello，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这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美国股票市场上最热门的10档 ETF。那为什么要介绍这10档 ETF 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股票市场呢占据了全球股票市场的60%的份额。那如果我们知道美国股票市场上面哪些 ETF 最热门，我们就可以知道全球投资人都喜欢买哪一些 ETF，然后呢追踪哪一个领域。那我们就直接开始。那我们先介绍第10名，那第10名就是 SPDR 黄金 ETF。那这一档 ETF 呢，它在美股的股票代号是 GLD。那它所追踪的指数我放在下面这一边。那这档 ETF 呢，跟常见的一些黄金 ETF 不太一样哦，它是一档黄金的现货 ETF， 也就是说呢，它是真的有持有黄金，而不是买一些期货或者是选择权的黄金 ETF 哦。那这档 ETF 它上市日期是在2004年就上市了，那它的基金公司就是道富环球。那道富环球也是一家非常知名的基金公司。那现在这档 ETF 的资产规模是来到了1580亿美元。那它的费用率的话呢，只要 0.4%。大家像是看到一些台湾的杠杆型的 ETF，它都是属于期货类型的，那它的费用率的话呢，就会超过1%以上。那这一档呢是单纯的黄金现货 ETF， 它的费用率的话呢，一年只有 0.4% 哦。那再来是配息频率，那这档 ETF 它是没有配息的，所以呢它的世纪殖利率也是0%。不过呢，它最近5年的年化报酬率是高达了 18.38%。为什么会这么高？因为最近这5年的风波啊，其实是蛮多的嘛，好像是乌俄战争啊，还有最近的美伊冲突啊，那种地缘政治的风险啊，都会使得黄金这个避险的工具啊变得非常的珍贵大家都会疯狂的去购买。而且美国央行呢，在最近这5年呢，也是有降息的操作。那降息的操作就等于是说呢，它把美元呢释放了非常多到市场上去，那就会使得美元贬值，然后呢物价呢就会上涨。这个时候呢，抗通膨的商品像是黄金这种贵金属啊，它的价值啊自然而然就会上升咯。好，那第9名的这档 ETF 是 Vanguard 的价值股 ETF， 它的股票代号是 VTV。那它的投资领域是聚焦在美国的大型价值股。那什么是价值股？价值股就是这些股票呢，它们的估值是比较低的，而且呢，它往往会配发比较高的股息，也就是说呢，它的殖利率是比较高的公司。那这种公司呢，大部分都是落在于传统产业，像是能源啊、医疗啊，或者是金融产业。那这档 ETF 呢，它的上市日期是在2004年上市的，它的基金公司的话呢，就是先锋，也就是 Vanguard。然后它现在的这档 ETF 的资产规模是来到了1700亿美元，费用率的话呢，只有 0.04%，非常的便宜只要是 Vanguard 出品的 ETF 啊，基本上啊，他们的费用率啊是能低就会非常非常低，好像这档只有 0.04%。那这样的配息频率的话呢，是每季配息的。那它最近4季的殖利率呢是 2.04%，然后近5年的年化报酬率是来到了 10.99%。那为什么2026年这一档 ETF 会这么的夯呢？那我觉得主要原因也跟刚刚所讲到的黄金 ETF 相关，因为美伊冲突的关系呢，导致呢原油的价格呢每桶飙破了100美元，那这就会使得那些原油产业啊，美国的那些原油产业啊，就会赚得盆满钵满。那美国的原油产业呢是属于能源业，因为能源产业啊，它都会配发非常高额的利息，所以呢，它也是归类在价值股当中，这就使得价值股 ETF 呢也变得非常的夯。那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我也觉得也是蛮有可能的原因，那就是大家认为 AI 的浪潮啊真的是太过于疯狂了，我觉得呢成长科技股啊已经过于高估了，这时候呢就会转向去投资那种比较低估值的这种价值股。他们会觉得这样子的话呢，会比较分摊风险这也是使得价值股 ETF 变得比较夯的原因哦。好，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第8名跟第6名。那为什么这2档 ETF 要一起介绍呢？因为这2档 ETF 呢都是归类在同一个市场。首先的话呢，第8名是 IEFA， 那第6名的话呢，则是 VEA。那这2档 ETF 呢，他们都是投资国际的成熟市场的大中型股。而且呢，它是排除了美国，所以说呢，如果你的投资组合当中呢有非常多的美股就是美国的领域美国的商品的话呢，你投资2档 ETF 就可以分散你美股的这种过度集中的风险。那 IEFA 呢，它的上市日期是在2012年，那 VEA 的话呢，则是在2007年。那 IEFA 它是由贝莱德这家公司所创立的，那 VEA 的话呢，则是由先锋Vanguard 这家公司所成立的。
那这两档 ETF 呢，他们的资产规模是落在1700亿到2100亿之间。好，那么费用率的话分别是 0.07% 跟 0.05%， 也是非常的低。那配息频率的话呢，都是每季进行配息的。那 IEFA 它的一个股息殖利率呢是来到了 3.5%， 然后呢 VEA 的话呢也有 3.2%。那这两档 ETF 他们的一个股息殖利率真的是非常的高，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是投资那种成熟市场，好像是欧盟这些国家、加拿大啊，或者是日本这些国家。那成熟的公司的话呢，他们的发展往往就会受限嘛。那受限的话呢，他们赚到了钱，与其在投入业务当中继续进行那种有限的发展，不如呢直接配发给投资人。所以呢，这种成熟市场的 ETF 往往他们的配息殖利率都会比较高哦。好，那这两档 ETF 他们近5年的年化报酬率分别是 8.09% 跟 8.85%， 其实是蛮接近的哦。这两档 ETF 虽然如此的相近，不过呢，他们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别。那就是呢 ，IEFA 它是没有投资南韩跟加拿大的，那 VEA 的话呢，它则是有投资南韩跟加拿大。那为什么 IEFA 它不投资南韩呢？主要就是因为它把南韩归类在于新兴市场，而不是在于成熟市场。然后 IEFA 又认为加拿大呢跟美国很接近啊，但是呢，我们这一档 ETF 呢是不想要包含美国的，所以呢，它也把加拿大给剔除出去哦。我们该相信那 VA 这档 ETF 就比较简单，它就是把美国去除掉，然后把成熟市场全部纳入进来，包含了南韩跟加拿大。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看高盛的一个研究报告，这2张图，左边这张图你可以看到3条线，绿线的话呢就是欧洲的股市，那蓝线的话呢则是日本的股市，那黑线的话呢则是美国的标普500指数，然后呢去除了 NVIDIA。所以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知道，如果我们把 NVIDIA 给拔除掉，那我们去投资欧盟，我们投资日本，我们投资绩效呢，甚至会比标普500指数还要好。前提是呢，我们把 NVIDIA 给拔掉。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右边这一张图，那右边这张图的话呢是更有意思，它也是一样，从2022年投资到了2025年。那绩效最好的是哪一个领域？是紫色的线。那紫色的线就是欧洲的国防工业。为什么欧洲的国防工业它在过去这几年绩效这么的好？主要就是因为乌俄战争跟美伊冲突都跟欧盟离得非常的近，这就使得那种欧洲的国防工业他们的一个投资报酬率变得非常的好。也就是说呢，这个产业呢，它跟地缘政治风险是很高度相关的。那第二个绩效好的就是绿色的线。那绿色的线的话呢，就是我们台湾的科技产业。我们台湾的科技产业在最近这3-5年因为 AI 浪潮的关系呢，使得我们的科技股表现非常的亮眼。那第3条线就是橘线。橘线的话呢，就是国际成熟市场的银行股。那国际成熟市场的银行股呢，在最近这3年也是涨得非常的凶，因为升息的关系呢，就可以使得银行他们的利差的空间呢就可以变得比较大，他们就可以赚的比较多的钱。所以银行产业呢，在过去这3年因为升息的关系呢，所以他们绩效也是非常的好。那接下来第4名就是美国的成长股。美国成长股就是标普500指数当中呢，剔除了价值股，只专注于成长股的这个指数。那这个指数呢，它的绩效当然也是非常不错的嘛，但是呢，它远远的落后于前面这3个领域。这代表说，如果我们在投资美国股市的时候呢，我们在我们投资组合当中呢，再纳入一些成熟市场的 ETF， 除了可以分散那种单一市场的风险之外呢，也有机会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好，那接下来是第7名。那第7名这档 ETF 是 VUG， 它是一档美国的成长股型的 ETF。那这档 ETF 呢，它主要是追踪美国的大型成长股。上市日期的话呢，是在2004年。基金公司的话呢，也是先锋这一家公司。目前的资产规模是来到了2130亿美元。费用率的话呢，现在是 0.04%。那配息频率的话呢，是每季会进行配息。不过呢，因为它是成长股嘛，所以它赚到的钱的话呢，就会拿来发展它的业务，才可以高速的进行成长嘛。所以呢，它的一个4季殖利率只有 0.45%。不过呢，它近5年的年化报酬率是来到了 15.2%。那讲到成长股，接下来我们要马上介绍第5名的 QQQ 这一档 ETF。 因为 QQQ 这档 ETF 跟我们刚刚所介绍的 VUG 这档 ETF， 这2档 ETF 它们的相似性是非常的高。那它们的权重呢，有 64% 是重叠。那 QQQ 这档 ETF 它的中文是纳斯达克100指数 ETF， 它是追踪纳斯达克交易所上面排除金融产业前100名最大的公司。那会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呢，主要都是一些科技股、一些成长股。所以呢，这档 ETF 也被认为是美国科技股大盘。那它的投资领域的话呢，就是科技成长股。那这档 ETF 的基金公司是景顺基金公司，然后呢，资产规模的话呢，是已经来到了4270亿美元。有没有发现它比前面的这档 ETF 它的资产规模直接翻了1倍？
那接下来的话呢是费用率，费用率的话呢是 0.2%，然后呢它的配息频率是每季进行配息，那也是一样，它是一档成长股 ETF， 所以呢它的一个4季殖利率呢只有 0.5%， 跟 AUG 差不多，都是非常的低。但是呢，它的近5年的年化报酬率是来到了 15.95%， 是非常的不错哦。那 QQQ 跟 VUG 这两档 ETF 在今年也是一样非常的热门。尽管 QQ 这档 ETF 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因为美伊冲突的关系呢，有下跌超过了 10%。不过呢，它马上就反弹。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快反弹呢？主要就是因为标普500的指数成分股公司啊，约有 25% 呢，在4月份的时候呢，就已经公布出他们第1季度的业绩。其中有 83% 的公司呢，他们的获利呢是超过了预期，比过去5年的平均啊是 78% 还要高。那营收成长方面的话呢，也有望达到2022年以来的最高水准。那标普500成分股呢，在第1季度财报陆续公布之后呢，就会发现美伊冲突对这些成分股好像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呢，股市呢也就快速的反弹，这也就使得 AUG 跟 QQ 这两档 ETF 依旧是十分的热门。好，那接下来是第4热门的 ETF， 这档 ETF 是 VTI， 它是投资美国的全市场型的 ETF， 它是包含了美国的大型股、中型股跟小型股，总共有6000多档成分股呢，都包含在这一档 ETF 当中。那这档 ETF 它已经有非常长期呢，都是稳坐第4名，也就表示说呢，全世界的投资人投资美国股票市场的话呢，通常都会直接去买那种美国的大盘，直接将美国的市场给全部囊括下来。那 VTI 这档 ETF 它的上市日期是在2001年就上市了，它一样也是先锋这家公司所成立的。然后它现在的资产规模是已经来到了5149亿美元，那它的费用率是非常的低，只有 0.03%， 配息频率是每季进行配息，现在的近4季殖利率是 1.17%， 然后近5年的年化报酬率是来到了 12.8% 哦。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Top 3的 ETF， 那这3档 ETF 他们都是追踪同一个指数，都是追踪标普500指数，那分别是第3名的 SPY， 第2名的 IVV 跟第1名的 VOO。 那标普500指数 ETF 呢，都追踪美国的500大企业。那美国500大企业呢，它的市值呢，就占据美国整体股票市值的 80%。所以呢，有非常多的投资人就会直接去投资美国的标普500指数，再去加上像股神巴菲特这种投资大佬，都大力的推荐标普500指数，这就使得标普500指数这3档 ETF 啊，蝉联霸榜前3名哦。好，那这3档 ETF 他们的上市日期我都放在下面这一边。那 SPY 的话呢，它是由道富环球这家公司所成立的。那 IVV 的话呢，则是贝莱德；那 VOO 的话呢，则是先锋。那 SPY 这档 ETF 呢，它成立日期是比较早的，它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 SPY 这档 ETF 最大。不过呢，最近这几年呢，大家更注重在于那一种低费用率的 ETF，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VOO 这档 ETF 呢，它比另外2档 ETF， 它的一个资产规模已经高上了将近2000亿美元喽。然后它的费用率的话呢是 0.03%。那下面的话呢，配息频率的话呢，也是一样，这3档 ETF 都是每季配息的。那他们4季殖利率的话呢，都是1%多。那他们过去5年的年化报酬率也是非常的接近，大概就是落在 12% 到 13% 之间哦。那我自己的频道当中呢，也常常跟大家分享，如果你要投资标普500指数，你应该要怎么样买才可以更省税、更低成本。像我们这边所介绍到的3档 ETF SPY、IVV、VOO， 当然是非常的不错。不过呢，它对我们台湾投资人来讲并不是这么的优，因为它的美国的股息税呢是要扣征 30%， 而且你投资这些 ETF， 在你往生的时候呢，甚至还要缴交美国的遗产税。所以像是我们台湾投资人如果要投资标普500指数 ETF， 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去选择那种节税型的 ETF， 像是爱尔兰注册的 ETF CSPX 以及 VUAA。那这2档 ETF 呢都是爱尔兰注册的 ETF， 它的美国股息税呢从 30% 降到只剩下 15%。因为爱尔兰跟美国之间是有税务协定的，所以呢，它就可以省下非常多的股息税。那这些省下来的股息税，在常年的利滚利的复利作用之下呢，也是会成为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哦。好，那接下来是我自己研究下来的心得。那我发现到，这10档 ETF 其实它们有一个趋势。首先呢，大家的话呢都是比较注重于美国的股票市场，所以呢，你可以发现到前4档 ETF 他们的股票市场的一个份额。加起来就已经超过了2兆美元。那投资人囊括全美的股票市场之后呢，接下来他们就想要纳入一些科技成长股，来增加自己投资组合当中科技成长股的比例。所以呢，他们就配置了像是 QQQ。那配置了 QQQ 之后呢，他们就觉得说，那我的投资组合是不是那种美国市场的那种比例偏高？虽然他想要去投资那些成熟市场，来分散他们自己投资组合的风险，所以呢，接下来他们就纳入了像是 VEA 跟 IEFA 这2档 ETF。
那纳入这些成熟市场之后呢，这些投资人他们会想说，那我的投资组合还要进行一些避险的操作，所以呢，他们就会买一些黄金的 ETF。所以你可以发现到，我们看这种Top 10的这些 ETF，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全球投资人他们的投资逻辑大概是怎么样，那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参考哦。好，那如果你要投资这些领域的 ETF，有一些 ETF 你是可以用一些比较节税的方式进行投资，好像是我刚刚所讲的标普500指数的 ETF，你可以去投资像是爱尔兰注册的，好像是蝎子 P 叉跟 VUAA，都可以节省15%的美国的股息税。那像是 QQQ 这种成长型的 ETF 也是一样，也有爱尔兰注册的，好像是 EQAC 跟 CND 叉，都是可以节省美国的股息税，并且免征美国的遗产税哦。好，那至于要如何去购买这些节税型的 ETF 呢？你可以向我们台湾的副委托去进行申请，看他们有没有提供这些商品，或者是像我一样去使用 IB 银透证券来进行购买。IB 银透证券呢，它是一家美国的上市券商，它也是美国标普500指数的成分股。那我自己有创立 IB 银透证券的中文交流区，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先加入交流区，看大家使用的心得，再决定要不要使用这家券商。那如果你有疑问，也可以在这个社团当中进行提问，那我自己也会在那边回复大家的问题哦。那如果你想要直接进行 IB 银透证券的开户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点击上方的影片连结。那我教大家如何快速的进行开户，就算你是一个完全的美股新手，也可以快速的上手哦。好，那以上的表格资料我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栏当中。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不用点写任何资料就可以免费进行下载。那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也可以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哦。那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 我们下期面见，拜拜。你有没有听到外面有一只臭鸟在叫？我家里我在凌晨2、3点的时候夜莺就在外面叫，超吵。